农历7月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转运法，只要用厨房里的生姜加粗盐，就能调和阴阳，洗去你一身的霉运和晦气。接下来我会从准备的方法到需要注意的禁忌，一次明明白白的跟各位讲清楚，让你把好运给迎进门。而且最后我还要特别提醒，有4种人在这个农历7月磁场最弱，一定要提早防范。好，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生姜盐水洗手，心里会想，厨房里炒菜用的一块姜一把盐，这也能跟改运扯上关系。你们想想看，老祖宗留下来的很多生活大智慧，是不是往往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接地气？中医的道理就在这里嘛。那么生姜和盐结合起来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生姜。大家对姜绝对不陌生，冬天冷风一吹，很多人家里炉子上一定会熬一锅热腾腾的姜汤。姜在传统医学里被赋予了一个非常明显非常强大的象征，那就是阳。阳气足了，邪气自然就进不来。在这个阴阳交替磁场最容易乱的时间点，你用一点温热的姜水来洗手，象征的是什么？就是帮自己把白天散在外面被消耗掉的心气给收回来，把疲惫发冷的身子给暖回来，这叫扶阳气。接下来我们讲讲盐。在以前没有冰箱的年代，盐可是每家每户的宝贝，因为它能防腐，能保存食物。慢慢的，盐就有了净身去秽的象征意义。这个现象在台湾民间太常见了。你看，大家搬新家要先在屋角撒点盐米，或者去医院探病回来，进家门之前也会习惯性的用盐先洗洗手洗洗脸。所以道理很明白，姜代表暖，把阳气拉回来，盐代表静，把晦气洗出去。讲到这里，我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在台北双连的传统早市，有一位开早餐店的淑芬阿姨，她在这个市场里煎蛋饼捏饭团，做了快30年。凌晨3点，天色还黑漆漆的，周围邻居睡得正香，淑芬阿姨就已经爬起来在店里备料了，煮豆浆，切葱花，揉面团，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夏天的时候，煎台前的温度高得吓人，加上闷热的天气，没有一点毅力根本待不住。淑芬阿姨年轻的时候底子好，每天3点起来，精神头比谁都旺。她站在煎台前，手里拿着锅铲，滋啦一声，蛋饼翻面，干净利落。可就在有一年的农历7月，淑芬阿姨整个人突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状态差到了极点。不是撞鬼，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累，透进骨头缝里的累。以前闹钟响一声，她翻身就起，那半个月闹钟响了3-4次，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觉得手脚像灌了铅一样，连抬一下胳膊都费劲，勉强撑到店里。肩膀沉得像是扛着2袋米，脑袋里像是一团乱麻，反应慢半拍。偏偏那几天天气闷热得像个大蒸笼，淑芬阿姨心里烦躁，每天中午收摊回家就喜欢把冷气开到最强，瘫倒在沙发上，累到连饭都不想吃。身体明明已经透支到了极点，可是到了晚上躺在床上，一晚上得惊醒2-3次。各位想想看啊，人只要连续1个礼拜睡不好，这气就散了，第二天做事怎么可能不出错？有一次他煎蛋饼的时候精神一恍惚，手背不小心贴到了滚烫的煎台上，直接烫出一个大水泡。还有2次客人拿500块给他，他稀里糊涂的当成1000块找给人家。连平常天天来买热豆浆的老主顾都忍不住问，老板娘，你最近怎么啦？脸拉得那么长，都不见你笑一下哦。淑芬阿姨本来心里就窝着一团无名火，一听这话脾气直接炸了，买个早餐哪来这么多废话？客人一听心里能舒坦吗？摇摇头转头就走。久而久之，原本总是围满人说说笑笑的早餐店气氛变得冷冰冰的，客人自然就不太愿意停下来买了。后来隔壁卖菜的一位大姐实在看不下去了，私下里拉着淑芬阿姨说，淑芬啊，你是不是7月半卡到阴？你听我讲，每天下午回家洗完澡，烧一盆温热水，切几片生姜，抓一把粗盐，把手泡进去洗个5分钟，然后什么都别想，倒头就睡。淑芬阿姨心想，这算什么偏方？不过反正也不花钱，试试就试试。第一天下午回家，她端来了一个塑胶盆，按照配方照做了。淑芬阿姨做生意30几年了，那双手长满了厚茧，被热油烫出过无数个小疤痕。当她把这双手缓缓放进温水里的那一瞬间，她整个人突然愣住了，一股温热的暖流
顺着指尖、手心慢慢爬上了手臂，水里的姜味顺着热气钻进鼻腔，有些微微的辛辣，却让人觉得出奇的安心。你们想想看，一个做传统早市的人，他的手一天像机器一样转个不停，回到家，这双手还要做家事。真正让这双手让这个脑袋安静哪怕5分钟，他已经完全不记得是什么感觉了。第二天继续泡，第3天接着泡，慢慢的他觉得晚上不再那么心慌了。大概过了1个礼拜，淑芬阿姨觉得早上爬起来的时候肩膀没有那么重了，脑袋清爽了不少。到了店里，那股子心烦意乱的火气不见了，手里的锅铲又恢复了滋啦滋啦干脆的节奏。熟客一来，他嘴角一扬，客人自然就觉得他这里气场好，又开始跟着人家扯家常开玩笑了。你猜怎么着？刚好那阵子附近的一家公司要办大型早会，负责采购的上班族走到市场，一眼就看到笑呵呵的淑芬阿姨，走过去问阿姨，我们公司明天早上开会，一次要订50份招牌饭团和热豆浆，有点赶，你能不能接？淑芬阿姨脑袋转得飞快，马上把怎么搭配吃得最饱，总共多少钱，早上几点亲自装箱送过去，有条有理的讲得清清楚楚，这笔大单子就这么稳稳当当的拿下来了。各位，这世上很多看起来神奇的改运法，真正第一步改变的其实是你这个人。人一变，气场就变，你的气场变了，你处理事情的方法就变，方法一变，结果当然就跟着变了。好，重点来了，大家耳朵竖起来听好，不管故事听没听懂，方法做错了也是白搭。这姜盐水到底怎么洗？要切几片姜，放多少盐，是不是一定要挑什么子时、午时的特殊时辰才有效？接下来我一步步教各位怎么做，你只要记住3句口诀：1温，2流皮，3清搓。第一，水要温热，绝对不是滚烫。过去民间风水里常讲要用阴阳水，很多人一听，哎呦，这可悬了，以为一定要一半烧开的滚水去兑一半从水龙头接出来的生水，其实根本没必要搞得这么死板，这么危险。你只要准备干净的热水，再加入适量的常温水，把温度调到你的手放进去，觉得暖烘烘很舒服，这就足够了。在民俗上，这种冷热调和不偏不倚的状态就叫阴阳调和。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像陀螺一样转，本来就已经很紧绷很累了，如果你回家突然用一盆冰水去刺激自己，不但寒气入体，神经反而会缩得更紧。温热水就不一样了，2只手一放进去，毛孔一打开，很多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真舒服，肩膀自然而然就跟着垮下来，放松了，这就达到第一步的目的了。第二，生姜不用名贵，5到7片带皮切下，你不用去到处打听哪里有卖什么开运纯阳姜、百年老姜王，没那个必要，那都是商人的噱头。你只要去趟菜市场或者巷口的超市，买一块最普通的生姜或者老姜就可以了。洗干净上面的泥巴，切大概5片到7片下来。重点来了，姜皮千万要保留，不要削掉。在传统养生里，姜肉是热的，姜皮是凉的，带皮就代表着一种天然的阴阳完整。把它放进温热水里泡个3-5分钟，让姜的辛香味慢慢释放在水里。你如果怕味道出不来，也可以先用少量的滚水把姜片泡出味道，再兑冷水调成舒服的温度。第三，盐用普通粗海盐就够，千万别使劲搓。听好，不用买什么喜马拉雅玫瑰盐，也不用买什么进口高价盐，真的不用。一般的粗海盐就非常好了，抓大概1小把丢进水里。万一家里刚好没有粗盐，用一般的炒菜盐代替行不行？当然行，不用为了这个去焦虑。这套方法的重点从来就不是买越贵的盐越能辟邪。那为什么我比较推荐粗盐？因为粗盐的颗粒感很明显，当你在水里轻轻揉搓的时候，手指头会感受到那种颗粒的摩擦，你的潜意识会接收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正在把脏东西剥落清洗掉。但是拜托各位注意，不要大力去磨你的皮肤，这不是去角质比赛，不要死命搓到双手发红刺痛，只需要像抚摸一样轻轻揉搓就可以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多人最关心的重点，到底先洗右手还是先洗左手？我们可以把右手理解成向外做事赚钱行动的一只手，
所以今天把它象征为事业和财路，而左手则象征承接、守住、纳福，代表一个人的福气、人缘和家运。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个净手仪式做得更完整，可以记住8个字：先洗右手，清路开财，再洗左手，纳福迎吉。洗右手的时候，从掌心到五指轻轻揉开，心里告诉自己洗去阻滞，财路渐开。再换左手，同样从掌心慢慢洗到指尖，心里告诉自己洗去烦忧，福气渐来。洗的时候手放进温水，先停个10几秒，什么都别做，感受那个水温包覆着手掌，然后慢慢用大拇指去摩擦另一只手的掌心、手背、虎口，最后是一根一根的手指头，尤其是指尖。俗话说十指连心，我们的手每天接触多少杂乱的磁场，方向盘、钞票、电梯按钮，别人的手在洗的时候配合深呼吸，吸气的时候心里默念把散掉的神收回来，吐气的时候默念今天所有不顺心的人和事到此为止。洗个5到10分钟，把水倒掉，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擦干。记住，这是一种仪式，不是强迫症，一天洗1次就够了，不要一天洗10遍。关于这个洗手法，我给你们讲一个台中陈太太的故事，你们听了绝对印象深刻。陈太太也50多岁了，先生走得早，有一年儿子结了婚，媳妇就搬进来跟他们住在一起。平心而论，这个媳妇人不坏，陈太太也不是那种存心挑毛病的恶婆婆，但最大的风水煞气出在哪里？出在生活习惯完全相反。陈太太是传统妇女，每天早睡早起，早上6点不到已经在客厅厨房里噼里啪啦的拖地煮粥了。可媳妇呢？媳妇在百货公司做服务业，站专柜的，每天晚上11、2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回家。婆婆看不惯年轻人早上不起床，不吃热粥，只喝一口冰咖啡就出门。媳妇则觉得我每天站柜台笑的脸都要僵了，回到家婆婆还什么都要管，连杯子没放正都要碎碎念。刚开始媳妇还忍着，妈我知道啦，后来语气变了，妈你不要一直念好不好，我很累耶。到了农历7月那阵子，气压变低，两人更是因为一句话就能点燃火药桶。刚好陈太太那阵子关节痛，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整个人心浮气躁。有一天她在菜市场听人家闲聊，哎呦7月到了，要用粗盐水洗手，去晦气防小人啊。陈太太回家立马照做，可是她怎么做的？她心里憋着一股气，直接去水龙头接了一大盆冷水，抓了一大把粗盐，2只手放进去，像洗抹布一样用力乱搓。天气热，冷水一开始确实冰凉，可是她原本就有点关节炎的手，被冰水一激，再加上粗盐死命的磨，洗完之后双手又红又痛，刺痛感钻心。人只要身体一痛，脾气绝对更差。偏偏那天晚上媳妇百货公司周年庆加班，快半夜1点才回来，洗完澡顺手把衣服拿去后阳台晾。陈太太本来就痛得睡不着，听到洗衣机的声音，火冒三丈的冲出来，指着媳妇就骂，你到底有没有常识啊？跟你说过多少次，农历7月半夜千万不能晾衣服，会招好兄弟进来，你想害死这个家是不是？媳妇在外面陪了一天的笑脸，脚都站肿了。听到这话，理智线也断了。妈，就只是几件衣服而已，你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事情都拿7月来压我？我不洗明天穿什么？就这么几句，2个女人在半夜的客厅里彻底爆发了。陈太太哭着喊，我辛苦为这个家操持，你现在嫌我迷信。媳妇也崩溃，我已经快累死了，连回家喘气资格都没有吗？从那天起，家里就像结了冰，婆媳俩碰面当没看到，儿子夹在中间痛苦不堪，整个房子的风水那叫一个愁云惨淡。各位，你们说这种风水怎么可能会好？后来陈太太一个常一起去拜拜的师姐来串门，听她哭诉完，直接叹了口气，指着她说，老陈啊，你先别管半夜晾衣服到底会不会招鬼，我看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神经绷得太紧，你的心太乱了。师姐告诉她，你那个洗手的方法大错特错，不要再用冰水去刺激自己了，晚上听我讲，换成温热的水，放几片生姜，抓一点盐，手放进去以后动作放慢，不要用力搓，你就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泡10分钟，什么话都别讲。第一天陈太太照做了，没有奇迹发生。第二天继续泡，可是到了第5天、第6天，
陈太太慢慢发现了一个变化。以前她只要一闲下来，脑袋里就会像重播连续剧一样，不断回放媳妇顶嘴的画面。她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没读多少书的婆婆？我儿子是不是娶了老婆就不要娘了？越想越火大，越想越睡不着。可是现在每天在这温热的10分钟里，她的注意力全放在了水温和生姜的香气上。她的脑袋第一次有了真正停转的片刻。大概过了1个礼拜，有一天早上，陈太太起床，看到沙发上媳妇昨晚下班随便扔在那里的黑色工作包，袋子都磨破皮了。不知道为什么，陈太太的心里突然软了一下，冒出一个念头，其实这孩子每天面对那么多奥客，这么晚回来也很辛苦吧。他一回家我还一直念他是不是真的连个喘气的空间都没有？他第一次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管得太多，逼得太紧了？那天下午，陈太太拿起手机，犹豫了很久，给媳妇传了个讯息，没有长篇大论的教训，也没有拉不下脸的道歉，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今晚早点回来，我炖了你最爱喝的香菇鸡汤。晚上媳妇下班回来，看到餐桌上冒着热气的鸡汤，再看看婆婆有些局促的眼神，眼眶瞬间就红了。那天晚上，婆媳俩终于坐下来，好好把各自的难处讲开了，各退一步，家里的冰雪就这么融化了。你看，这就是姜盐水最重要的法力。各位，前面我们已经把生姜盐水怎么准备，什么时候洗，怎么洗都讲清楚了。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每个人到了农历7月都需要天天疑神疑鬼的洗姜盐水？当然不是。如果你每天吃得好，睡得饱，心情稳定，工作生活也很正常，那你没有必要因为到了农历7月就突然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可是当你自己已经很累、很乱、很虚弱的时候，一点点外在刺激都可能被你放大。所以接下来我要特别提醒4种人，如果这4种人里面有你，那么农历7月这段时间，与其一天到晚担心什么东西会不会找上门，不如先把自己的生活和情绪顾好。尤其每天回家以后，可以利用前面讲的生姜盐水当成一个简单的收心仪式。第一种，长期熬夜、过度操劳，整个人已经处在低电量的人。现代人最大的通病是什么？不是吃不饱，而是透支。很多人为了养家糊口，白天忙前忙后，晚上大脑也不愿休息。可是各位，人的身体就像一块蓄电池，老祖宗说的阳气就是你这块电池里的电。你天天熬夜，过度操劳，阳气早就被你耗得一干二净，整个人已经闪着红灯，处在1%的低电量状态了。在农历7月，外面天地间的阴气重，磁场乱，你一个电量见底的人走在路上，就像是一座没有设防的空城，随便一阵阴风吹过来，别人可能只是打个喷嚏，你却可能直接大病一场。别人开车稍微晃神，马上能踩住刹车，你却可能因为神经极度疲惫，反应慢的那0.1秒，直接撞上去。所以老一辈常说7月半不要熬夜，不是因为半夜鬼多，而是因为半夜是你身体最脆弱、最容易出事的时候。如果你是这种人，洗手的时候配合深呼吸，心里默念这句口诀：阳气回炉，心神归位，浊气水水，今夜好眠。念完这16个字，把水倒掉，不要再去看手机新闻，也不要去管明天还有多少事情没做完，把你这块电池彻底充饱，这才是最好的护身符。第二种，最近连续不顺，情绪低落，特别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如果今天早上出门摔了一跤，到公司被老板骂，中午吃饭又弄脏衣服，你一定会觉得我今天真是摔透了，然后一整天都会绷着脸，越想越气，结果下午又接连出大错，这就叫祸不单行。为什么会这样？老祖宗在易经里讲过4个字，叫同气相求，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最近刚好投资亏了钱，或者跟另一半闹离婚，又或者面临失业，你的心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每天垂头丧气，脑子里全都是负面的画面，我是不是完了？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当你的脑电波全部都在发射这种悲惨、绝望、愤怒的频率时，你的气场就是浑浊的，往下的。农历7月本来就是气压比较低迷的时候，你再把自己搞得像一团乌云，那些倒霉的事情，甚至那些不干不净的磁场，不找你找谁？因为你跟他们频率一模一样啊。这种人走在路上，眼睛是看着地上的，连红绿灯都不会注意，晦气不用自己来找你，是你自己一头撞进了晦气里。所以
这种人晚上回家必须要用粗盐的颗粒感来刺激自己，在水里搓洗的时候，要在心里狠下心肠，默念这句口诀：衰气断绝，霉运退散，厄运到此，明日翻盘。只有斩钉截铁地告诉自己，把情绪的屎结在水里彻底剪断，不让今天的乌云飘到明天去，你的运势才会有翻转的可能。第三种，经常出入医院、殡仪馆或长期在家照顾重病长辈的人。大家都知道，医院、太平间、殡仪馆这些地方，生老病死都在那里上演，充满了痛苦、悲伤、恐惧和绝望。那是世间阴气和病气最重的地方。你偶尔去探个病还好，可是如果你是长期照顾病患的家属，你不仅身体上累到极点，你的精神每天还要承受病人的呻吟，甚至是因为病痛折磨而对你发出的脾气和怨气。久而久之，你的气场会被这种浓烈的病气给同化，你会发现自己脸色发暗，印堂发青，甚至自己也开始浑身酸痛，小病不断。这种被称为陪病疲劳的状态，在农历7月最容易爆发，因为你心里的那一根弦绷得太紧了。所以端一盆温热的姜盐水，把手泡进去，一边感受姜水的温度，一边在心里默念：病气不沾，邪气不侵，护我元气，家宅康宁。用盐的劲洗去医院带回来的病气，用姜的阳驱散你心里的无力感和悲伤。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心气稳住了，你才有力气去照顾你最爱的人。第四种，每天接触大量陌生人，面对复杂人际关系的人。这类朋友可太多了，菜市场摆摊的老板，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银行柜台人员，跑业务的销售员，还有每天接无数通电话的客服人员。你们每天睁开眼睛，面对的就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这世界上有一种理论，叫做情绪垃圾车。很多人心里装满了怨气、怒气、傲慢和不甘心，他们就像一辆辆装满情绪垃圾的垃圾车，到处乱跑。只要你刚好站在他们面前，稍微有个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会把一肚子的火气、抱怨，甚至是恶毒的话，全部倒在你的身上。你做服务业，你不能回嘴，你只能陪着笑脸把这些情绪垃圾全部吞下去。各位，1天2天可以，可是如果你经年累月的吸收这么多陌生人的负能量，你的身上就会沾满别人的晦气。白天你吸了太多别人的毒气，晚上回家你就变成了毒气筒，开始毒害你最亲的家人。很多人下班回到家，一句话都不想讲，看到老公孩子稍微吵闹一点，马上就理智断线，破口大骂。所以这第4种人，下班踏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把手泡进姜盐水里，在心里明明白白地画下一道界限，默念口诀：外语不入心，恶念皆随水，一生皆清净，不惹半点尘。毕竟不把别人的晦气带进自己的家，这是你能给家人最好的风水保护伞。我有个老病患的儿子叫阿良，在台中开五金加工厂。前阵子大环境景气不好，订单锐减，阿良压力大到整个人都快垮了，脾气变得暴跳如雷。本来台北有家大公司有意向把一批急件包给他做，便让采购经理亲自下台中考察。结果不巧的是，当场遇到机器卡了一下。你们想想看，这本来是一句不好意思道个歉就能解决的事，可是阿良那时候心火太旺，根本控制不住，直接当着人家采购经理的面发飙。经理一看这老板情绪完全失控，摇摇头转头就走，这笔救命的单子当场就泡汤了。眼看工厂面临破产，阿良的老母亲急着跑来求我，我就让老太太回家，逼着阿良每天早晚用温热的姜盐水洗手，甚至用这温热水擦擦脸。阿良洗了几天后，发生了什么？并不是洗完天上就掉下来几百万给他，而是第一阶段的生理放松起效了。他洗完出了一身透汗，把体内的寒湿和郁结稍微散了散。那天晚上，他半年多来第一次安安稳稳的一觉睡到了天亮。到了第7天，他进入了情绪稳定期。厂里的会计跑来跟他说，账上真的没钱了。这如果在以前，阿良肯定又要狂砸东西，大发脾气。但那天他刚好洗完手，深吸了一口气，心里竟然异常的平静。他没有发火，而是开始冷静地盘点仓库里剩下的废料，联系同行便宜变现，先把生活费发给工人，安抚人心。晚上回到家，他甚至主动拉下脸，对老婆说了一句对不起。
到了半个月后，他这个人已经彻底冷静下来了。他打听到台北那个采购经理后来找了其他工厂，做出来的东西良率根本不行。眼看交期快到了，对方也是急得焦头烂额。阿良这次没有赌气，而是带上自己连夜亲手打磨的完美样品，开着车直奔台北。到了人家办公室，阿良腰杆笔直，眼神清明，非常诚恳地为半个月前的失控鞠躬道歉，然后条理清晰地给出了补救方案。台北的经理看着眼前这个态度诚恳、气场稳重的老板，跟半个月前那个像疯子一样的人简直判若两人，当场把订单重新交给了他。各位，你们看懂了吗？这就是中医常讲的气机改变命运的真实逻辑。生姜和温盐水舒缓了你紧绷的身体，安稳的睡眠压住了你乱窜的肝火，平静的情绪让你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当你的心定了，你的行为改了，你的人际关系和转机自然而然就来了。所以老祖宗讲的晦气绝对不是什么青面獠牙的怪物在外面盯着你，晦气其实就是你透支的身体，你崩溃的情绪，你沾染的病气，以及你吞下肚的别人的垃圾。姜盐水之所以能去晦，就是因为它用大自然的温度和力量强迫你停下来，把你身上的这些漏洞一个一个给补上，心不漏气，邪气自然就不进门。好，前面教大家怎么用姜盐水收心，接下来我要讲点更根本的东西。我们普通人要怎么管住自己，不要主动往晦气里撞。台湾的老长辈一到了农历7月，经常会在年轻人耳边碎碎念，千叮咛万嘱咐，有3件事情绝对不能做。很多年轻人铁齿听了直翻白眼，觉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些老掉牙的迷信。可是如果你今天能静下心来，把这几条规矩背后的生活逻辑听懂，你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原来老祖宗留下来的禁忌里面藏着这么深的智慧。地雷1，晚上不要乱吹口哨，大声喧哗。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被阿嬷打过嘴巴？7月半晚上不准吹口哨，会把好兄弟叫到家里来。今天先不去争论到底会不会真的叫来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单从最现实的生活常识来说，晚上本来就是天地之间阳气降阴气升，该慢慢收敛安静休养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以前的年代，路灯没有现在这么亮，巷子里黑漆漆的，一个人走在暗巷里本来就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周围的安全。如果你还不知轻重的戴着耳机吹着口哨，边走边滑手机，甚至大声喧哗，后面有车子开过来你都不知道，遇到坏人你也反应不及。更何况很多人心里本来就怕鬼，你大晚上走在空旷的地方，嘴里嘘的吹一声口哨，远处刚好传来一阵空荡荡的回音，旁边的野狗听见动静又跟着凄厉的嗷嗷叫2声。我告诉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好兄弟现身，你自己脑补的画面就能先把自己吓个半死。所以7月晚上不能吹口哨，真正要教你的不是千万不能发出声音，而是不要故意把自己的神经弄得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浮躁。真的一个人走夜路觉得心里发毛，那就把脚步放稳，注意周围的环境，慢慢呼吸。你信佛就在心里默念佛号，你不信也可以在心里踏踏实实的告诉自己，好好走路，平安回家。重点是让心不要乱，心一乱，脚步才容易踏错，危险才会找上门。地雷2，路边的红包和来路不明的东西绝对不要乱捡，这绝对是最经典的7月禁忌，没有之一。很多人小时候只要眼睛瞄到地上有个红色的纸袋，大人会像触电一样猛地一把将你拉开，严厉警告那个东西死都不能碰。在民间习俗里，这确实牵涉到冥婚、过运、挡煞这些让人发毛的说法，所以长辈对路边的红包极其忌讳。但是就算今天完全撇开玄学不谈，这条规矩也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铁律，来路不明的东西本来就不要随便带进自己的家门，尤其里面如果还包着别人的头发、指甲、硬币，甚至是灰烬之类的东西，你沾着它干什么？我给你们讲个台北美兰阿姨的真实故事。美兰阿姨也快60了，平心而论，这个人最大的毛病不是什么八字轻，而是3个字：爱贪小便宜。走在路边看到别人丢掉了一张旧凳子，他觉得腿没断还能用，非要扛回家。去传统市场快收摊的时候，看到别人卖剩下的葱蒜，他总要顺手多拿2把。
就在有一年的农历7月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天空下着毛毛雨，美兰阿姨提着菜篮子走路回家，经过巷口的一根电线杆，突然余光一扫，看到地上吊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袋。她左右张望了一下，整条巷子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她心跳瞬间加速，第一反应根本不是什么民间禁忌，而是哎呦，这么厚，里面是不是包了好几千块？贪婪就在那一秒钟战胜了理智。她左右看没人，飞快地弯下腰，一把将红包攥进手里，塞进口袋，做贼心虚的小跑回了家。一进家门，门一锁，她迫不及待地坐在昏暗的日光灯下，把红包撕开，结果往外一倒，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几千块，只有一张皱巴巴的200块钞票，几根黑黑的长头发，还有一小撮看起来像香灰一样的东西。看到那一摊东西的瞬间，美兰阿姨只觉得头皮轰的一声全麻了，一股凉意顺着脊椎骨直往脑门上冲。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有2个声音在打架。糟了糟了，这绝对是人家拿来过霉运的，那个头发到底是谁的？死人的还是活人的？拿了人家的200块，我是不是真的要替人家挡灾了？他越想越怕，越怕心越虚。连续2个晚上，他几乎睁着眼睛熬到天亮。第3天，他顶着2个黑眼圈去市场买肉，因为精神恍惚，满脑子都在想那几根头发的事。付钱的时候脑子一抽，直接多给了人家500块，还忘了找零。等他回过神来，心里猛地一沉，立刻得出结论，完了，破财了，这晦气真的开始发作了。过了2天，他骑着那台破机车去接孙子，又因为精神不济，在十字路口差点跟一辆计程车发生擦撞，吓得他瘫在路边直喘气。他更加死心塌地地相信，一定是被那个红包里的脏东西缠上了。各位，大家看明白了吗？从他贪心捡起那个红包的那一秒钟起，他的心里就已经被自己种下了一颗巨大的恐惧种子。后来生活里发生的每一次粗心大意，每一次小意外，都会被他自动拿来当成证据，证明自己被诅咒了。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家常说人不能自己吓自己，一旦心魔生出来了，神仙都救不了。所以路边红包不要捡。这里面最深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根本不是怕鬼，而是2个字：戒贪。他为什么会把手伸向那个不明的红包？因为那一秒他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心里贪图那几千块钱的横财。很多人人生里栽了大跟头，掉进了大坑，不也是这样进去的吗？这个投资理财保证稳赚不赔，每个月利息 10%， 今天只要汇款10万，明天马上翻倍。这个内线消息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最后3个名额，这难道不是生活里另外一种包装精美的红包吗？你一看到那点利益，你的判断力就自动关机了。所以7月不捡红包这条规矩，如果你把它放大到人生的格局来看，简直是千金不换的真理。不属于你的东西，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去伸手，用在金钱上是如此，用在感情上是如此，用在工作利益上也是如此。你不贪，很多致命的麻烦根本就找不到你家的大门。地雷3，普渡祭拜场合不要嬉闹，更不要乱踩金子。到了中元普渡，全台湾从南到北，不管是大公司、大社区，还是传统市场、小家庭，到处都摆满了供桌。以前的老人家面对这些场合，骨子里最看重的一个字就是敬。有些铁齿的年轻人会冷笑，我又不信佛，也不信鬼，我路过随便乱碰一下贡品，踩2脚地上的金子，难道还会被雷劈吗？其实这根本不是会不会被雷劈的问题，而是你这个人有没有最基本的教养和界限。你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你会故意踩脏人家精心准备的喜帖吗？你去参加别人的告别式，你会在上家旁边大声开玩笑，吃吃喝喝吗？你去别人的教堂、寺庙，你会故意对着神像嘲笑、吐口水吗？如果你不会，那就叫尊重。中元普渡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1年1次，极其慎重、充满敬畏的传统。人家诚心诚意地准备了3牲素果，点香烧纸。你个人可以不信，但是你没有任何资格去故意冒犯别人的信仰。而且从最现实的安全角度来看，普渡现场附近常常有滚烫的金炉、明火，还有漫天飞舞的纸灰。如果在火堆旁边跑来跑去，本来就极容易烫伤或者引发火灾。其实很多流传了几百年的禁忌，
除了信仰的成分，它还承担着约束社会秩序、保护大家安全的作用。所以农历7月看到别人在路边普渡，稍微绕一下道，不要乱动供桌上的东西，不要大声喧哗，更不要为了向朋友证明自己胆子大，故意去踩地上的金子，或者讲一些挑衅阴间的蠢话。你不需要怕，你只需要保留一点做人的敬畏。一个行为有分寸，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人祸和麻烦，自然就从你的生命里消失了。地雷4，晚上走在路上，有人叫你名字，千万别猛回头，更不要从背后乱拍别人的肩膀。长辈一定会经常警告晚辈，人身上有3把火，额头1把，两边肩膀各1把。7月半晚上千万不能乱拍别人的肩膀，万一把人家的火给拍灭了，好兄弟就会上身。很多年轻人听完嗤之以鼻，觉得荒谬。但是各位，你们如果用中医的角度，或者最基本的人体生理学来想一想，你会惊叹老祖宗有多聪明。这3把火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阳气，也是一个人凝聚的精气神。人在晚上走暗路的时候，周围安安静静，其实你的神经和肌肉是处于一种微微紧绷、防御的状态。这时候如果有人突然在背后大喊一声你的名字，或者猛地一巴掌拍在你的肩膀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吓一大跳。中医常讲恐伤肾，惊伤心胆。你走在夜路上，本来心里就有点毛毛的，被人在背后这么突然一下，你的神瞬间就涣散了，心跳会突然漏掉一拍，接着就是不受控制的狂跳，手脚发软。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血压本来就高的老人家，或者刚好走在楼梯边缘站在马路边的人，他被你这一下，一个猛回头，眼前一黑或者腿一软，是不是直接就摔下去了？是不是很容易就出车祸了？所以老祖宗警告你，不准乱拍肩膀，不准猛回头。真正防的是什么？防的是惊吓带来的致命意外。农历7月，大家心里本来就容易有阴影，神经比平常更脆弱。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的神，更要体谅别人。真的有事要找人，快步走到人家视线看得到的前方，温和地打声招呼。这不叫迷信，这叫懂得体贴别人的感受，这叫厚道。你不去吓人，不引发意外，这本身就是在为自己积攒福报。地雷5，农历7月千万不要去野外的溪边、海边下水。一到夏天，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7月半水鬼抓交替，千万不要去玩水。很多年轻人听不进去，觉得夏天天气这么热，去溪边泡泡水怎么了？非说那是迷信。可是各位，你们如果懂一点中医的阴阳医理，把这个禁忌拆解开来看，你就会知道老祖宗有多聪明。农历7月刚好是节气进入立秋前后，这个时候外面的气温虽然还是闷热，但其实天地间的阴气已经开始从地底往上升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深潭、溪谷或者海水里，水面上是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可是水面下却是冰冷刺骨。水在阴阳里本来就属于至阴，你大热天在溪边烤肉，太阳一晒，全身出大汗。中医说汗为心之液，这个时候你全身的毛孔是完全大开的，阳气都在往外走。你为了贪图一时的凉快，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这一跳问题大了，极寒的阴水瞬间透过你大开的毛孔，直接打进你的身体里。热胀冷缩的道理大家都懂吧？你的血管和肌肉被这股极寒的冷水一击，瞬间剧烈收缩，结果是什么？就是严重抽筋。很多人游着游着，突然觉得脚底板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往下拉，痛得根本无法动弹，最后不幸溺水。旁人一看吓了半死，说哎呦，那是被水鬼拉住脚跟抓交替了。其实哪里有什么看不见的手，真正把你拉向深渊的是你自己瞬间被打散的阳气和被寒气逼到僵硬痉挛的肌肉。所以老祖宗用水鬼抓交替这种吓人的说法来阻止你去玩水，本质上是在保护你在这个阴阳交替的危险世界，不要让寒邪伤了你的五脏六腑，更不要因为抽筋而丢了性命。你看这哪里是迷信，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用无数生命换来的保命常识啊！我们要懂得敬畏大自然，不要拿自己的肉身去跟天地间的阴寒之气硬碰硬。各位，今天大家坐在一起，从一盆最简单最不起眼的生姜盐水，一路讲到了作息、情绪、人际关系，讲到了人心的贪念，也讲到了对天地鬼神的敬畏。
所以真正厉害的传统智慧，到最后通常不是教你怎么去防小人、防恶鬼，而是教你怎么去修自己。你可以不相信鬼神，但是人生里有一种东西，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相信，那就是因果。很多所谓的厄运和晦气，其实生活中一件一件鸡毛蒜皮的烂因果，日积月累堆出来的。今天你就去试一试，准备一盆温热舒服的水，放5片姜，加一小把粗盐，双手泡进去，安静的深呼吸，不要一直贪心的祈求财神赶快来，坏人赶快死，而是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今天有没有哪件事情我到现在还在死钻牛角尖生闷气？第二，今天有没有哪一句话我说的太重太绝，伤到了身边最亲的人？第三，明天有没有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可以稍微做得比今天更好一点？就这3个问题，如果你每天泡手的时候真的愿意扪心自问一次，久而久之，你洗掉的就不只是手上的灰尘了。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很多福和祸都经过这2只手，这双手可以赚钱，也可以乱花钱，可以签下一份好合约，也可以因为贪心签下一个陷阱，可以拍拍父母的肩膀，也可以指着最亲的人发脾气，可以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也可以在别人跌倒的时候冷眼旁观。今天你用生姜盐水把它洗干净，明天呢？明天请用这双手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该握住家人的时候握紧一点，该帮助别人的时候伸出去一点，该放下的东西也勇敢松开一点。所以最后再送给大家16个字：右手勤做，财路自宽；左手惜福，家运自安。这才是一个人最不容易被外界风雨吹散的底气，也是我最想塞进你们心里的东西。如果你有所感悟，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一句你最想送给家人的祝福。你可以写希望我年迈的父母身体平安，你可以写希望我的孩子下半年顺顺利利，或者写希望我们一家人少一点争吵，多一点体谅。你要知道，当你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你心里发出的是最纯粹的善意，几千个几万个朋友的善意汇聚在这个留言区，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向的磁场。一句善言或许不能马上改变世界，但它至少会提醒我们，无论外面的大环境怎么糟糕，无论农历7月的传说有多玄乎，我们的心里始终都要给自己给别人留一盏发光的灯。最后祝愿大家在这个农历7月心安家安人平安，愿你过去所有的不顺都能随着那盆水慢慢放下，愿你这一生都能遇到拉你一把的贵人，更愿有一天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你自己就是那个愿意伸出双手的贵人。好好洗个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心存善念，心安则吉。大家下期再见。